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超松软又美味的汤种面包——培根起司面包。先来做汤种，高筋面粉和水加入到小奶锅中，开小火加热，不断搅拌，很快它就会变稠。当变成像这样浆糊状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等量的面粉和水加热后，淀粉糊化，吸去了很多的水分，由刚才的水状变成了现在的糊状，间接的提高了面团的含水量，但是又不会那么粘手。这就是汤种让面包变软的原理。将它用保鲜膜贴面保存好，防止结皮和水汽产生。放到冰箱里彻底冷却，至少要冷藏2小时，也可以隔夜冷藏。今天我们用厨师机揉面，这款面包手揉也完全没问题，可以参考之前发的手揉面教程。加入高筋面粉、中筋面粉，因为汤种会让面包有种 Q 弹的口感，加入中筋面粉可以让口感整体更松软。冷藏好的汤种，糖、盐、酵母，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即发干酵母。如果担心甜面团发不起来，你可以用耐高糖酵母。奶粉用来增加奶香，没有可以不加。鸡蛋液还有牛奶，牛奶可以预留大概5克，因为不同面粉吸水性不同，以免都加进去面团太稀。用厨师机揉面可以先用桨形搅拌头，快速地将所有材料搅到一起，否则用钩形搅拌头，前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空转。摸一下面团，如果已经非常湿了，就不需要再加预留的牛奶了，否则就把预留的牛奶加进去。下面我们换成揉面钩开始揉面。每款厨师机厂家推荐的揉面最高速度和揉面的效率都不相同，根据自己的机器选择合适的档位。开始面团可能一直待在机器的底部，这是因为面筋还没有形成，揉着揉着它就开始往面钩上挂了。如果揉了很久都不挂钩，可能是面团过稀，这时候可以加5到10克的面粉。我揉了大概15分钟，因为是夏天，面团摸上去有些温了，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静置5分钟，降降温。在静置的过程中，面筋也在形成。切一小块抻开来看，可以稍有一点厚的膜。这时我们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把黄油抹开，方便它快速吸收。揉了大概15分钟之后，感到面团又有点热，再拿到冰箱冷藏5分钟。冷藏回来，面温在25、6度左右。我们继续揉大概5分钟。现在切一小块来看，能抻出透光的薄膜。捅破薄膜，洞口呈现锯齿状。做小面包揉到这种程度就完全可以了。最终我们的面团温度是26摄氏度，面团最终温度只要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就可以，否则会影响发酵和最终的口感。将面团像这样向后折，整理出一个光滑的表面，放入一个小一点的盆进行发酵。面团大概占盆体积的1半，那么当它发到这个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是2倍大了。如果你用很大的盆，可能会不太容易判断面团到底长了多大。室温发酵到2倍大，所需的时间会受室温影响有所不同，具体可以参考之前出的如何发面的这个视频。当看到面团体积是原来的2倍大，手指沾一点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是不会回缩的。如果一下就泄气了，说明面团已经发过头了。在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用双手按压面团排去里面的大气泡，这样可以让面包组织更加细腻均匀。然后平均分成8份，可以借助厨房秤调整一下重量，把面团由小碎面的地方朝上，然后向中间折叠几次，翻过来，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在手心搓成圆球。你会感到面团表面在向下拉，底下用手捏一捏，捏的要均匀一点，不然一边紧一边松，发酵好它会呈现不规则的圆形。最后稍微搓圆，放到做了防粘处理的烤盘上，彼此之间留一点空隙，拿去最后发酵。最后发酵我们需要温暖而潮湿的环境，可以放在烤箱里，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，把烤箱灯打开，算好你烤箱预热需要的时间，提前把面包拿出来，把烤箱预热到180摄氏度。最终发酵的时间也是取决于温度，时间并不是最好的判断方法。用手按在面团上，如果反弹很快，这是发酵不足；如果体积长到原来的2倍大，按上去会看到小坑缓慢回弹，就是发好了；如果按下去小坑不回弹或者塌掉了，则是发酵过头了。发酵结束，在上面薄而均匀地刷上一层鸡蛋液，放上一片培根。
我用的是火鸡培根，用普通培根或者火腿都行。美乃滋装到裱花袋或者塑料袋中，挤在培根上，放上点马苏里拉芝士碎，最后可以再点缀一点欧芹叶，就装饰好了。把面包放到烤箱中层烤15分钟，后期如果上色满意，可以在面包上盖上锡纸，防止它颜色过深。面包出炉啦，把它转移到网架上晾凉，避免底部聚起水汽。这又是一款超软，我一捏就要扁掉的面包。松软的面包搭配培根的咸香，还有芝士和美乃滋的丰富风味，这就是我近期的最爱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